你看過那種剛走出電影院，整個人背脊發涼，連旁邊牽着的手都想立刻縮回來的電影嗎？今年在院線引爆全球現象級討論的這部《愛你至死不渝》，就是這種後勁大到讓人失眠的怪物級作品。制作成本才區75萬美金，結果全球票房一路狂飆，衝破4億9千萬，直接在好萊塢掀起一場大地震。這不是靠幾億美金特效堆出來的大片，而是一把精準插進現代人內心情感弱點的手術刀。在聊這部片有多瘋狂之前，先幫老頭 Z 按個訂閱。演算法現在真的很殘酷，你不順手按一下，下次老頭 Z 挖到這種黑馬神作，你可能就真的刷不到了。先來看一組讓好萊塢各大片場集體傻眼的數據。這部片在 IMDB 拿下了8.2的超高分，爛番茄新鮮度更是誇張的維持在95%以上。重點是它的預算只有75萬美元。75萬美元在好萊塢是什麼概念？連某些漫威大片給主角買便當和租保姆車的零頭都不夠，但它卻在北美首周就跌破所有人眼鏡。最後，全球橫掃將近5億美金票房。搞出這部神作的導演科瑞·巴克，原本只是一個在 YouTube 上經營搞笑短劇頻道 That is a Bad Idea 的創作者。2年前，他跟朋友用800美元拍了一部偽紀錄恐怖短片 Milk to Cereal， 直接在網絡上爆紅幾百萬觀看，結果被驚悚片大廠 Blumhouse 的老板一眼相中，直接給了他這筆錢，讓他放手去拍長片。而科瑞·巴克用實力證明了一件事，只要故事切角夠狠，概念夠準，根本不需要幾百個綠幕動畫師。很多好萊塢大導演拿了2億美金預算，拍出來的東西像是一盤沒有靈魂的冷凍微波食品，而科瑞·巴克拿着75萬美金，卻端出了一道讓全場觀眾吃得心驚肉跳、滿頭大汗的生猛料理。愛你至死不渝，本質上就是經典暗黑寓言猴爪的現代變奏版。故事主角貝爾由邁克爾·約翰斯頓飾演，是一個在樂器行上班、個性唯唯諾諾又極度自卑的普男。他常年暗戀着店裡的青梅竹馬同事妮奇，但他永遠只敢在旁邊當個貼心暖男，連一句我喜歡你都卡在喉嚨，說不出口。你看着貝爾每天上班時那種偷偷摸摸的眼神，一下幫妮奇買熱美式，一下假裝順路載她回家，你就會在他身上看到無數個在感情裡委曲求全的影子。他不敢告白，因為他害怕打破現狀；他不敢前進，因為他骨子裡認定自己配不上任何美好的事物。這種自憐自艾的心態，往往就是滋生扭曲慾望的最佳溫床。就在他看着妮奇似乎要被別的帥哥追走，內心崩潰的那個晚上，他在一家古怪小店裡意外買到了一個名為醫院柳的神秘祈願飾品，傳說只要對着它許願，就能實現心底最渴望的一件事。帶着幾分醉意，滿腔嫉妒與不甘心，貝爾衝動地對着那根扭曲的枯木許下了一個願望：我希望妮奇愛我，勝過世界上的一切。隔天醒來，奇蹟真的發生了，但一場無法挽回的噩夢也悄悄拉開了序幕。隔天一到樂器行，妮奇看貝爾的眼神徹底變了。昨天還只是普通打鬧的同事，今天妮奇的眼裡卻只剩下貝爾一個人。他開始無微不至地照顧他，主動牽他的手，用那種全世界只有你最棒的崇拜眼神看着他。老實說，前20分鐘看到這裡，你甚至會以為這是一部帶點奇幻色彩的浪漫喜劇。誰不想要一個眼裡全是你，無條件崇拜你的漂亮女孩？每天早晨有熱腾腾的便當，每次開口都有人全神貫注的附和，這簡直是所有內向自卑男性的終極幻想。貝爾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，他走路開始有了自信，甚至享受起身邊同事投來的羨慕眼光。但導演科瑞·巴克最厲害的地方，就是他完全不打算讓這場美夢維持太久。他用極其精準的手法，把甜蜜一層一層剝開，露出底下爬滿蛆蟲的腐肉。隨着時間推進，妮奇的愛開始以等比級數瘋狂增長。妮奇不再去跟閨蜜聚會，不再理會父母的電話，甚至連樂器行的工作都可以隨時扔下，只為了站在收银台旁死死盯着貝爾。貝爾多看店裡的女性客人一眼，妮奇的眼神就會瞬間從溫柔變成深不見底的冰冷。貝爾想跟死黨一眼出門喝杯啤酒，妮奇會無聲無息地出現在酒吧窗外，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死死貼着玻璃看着他。甚至有一次，貝爾只不過是隨口說了一句今天有點累，想早點睡，妮奇竟然整整在床邊站了一整夜，就這樣在黑暗中睜大着眼睛看着貝爾呼吸了6個小時。當貝爾半夜驚醒看見那張蒼白無表情的臉時，
那種從頭頂冷到腳底的恐懼，讓整個戲院的觀眾同時倒抽了一口涼氣。愛意一旦變成了絕對的佔有欲，就成了一座用甜言蜜語鑄成的活體牢籠。整部電影最封神，老頭 Z 在電影院看到全身發毛的一場戲，就是貝爾終於受不了這種無孔不入的窒息感，翻出當初買祈願飾品的包裝盒，撥通了印在背面的24小時客服電話。這段長達5分鐘的通話調度，堪稱影史教科書級別。導演甚至完全沒有使用任何背景配樂，整個房間只有老舊話筒傳來的電流雜音和貝爾粗重的喘息聲。貝爾對着話筒崩潰地大喊：“我要退貨，我要取消這個願望。”他瘋了，這根本不是真正的他。你們到底對他做了什麼？電話那頭的客服人員聲音平靜得像是在處理一般的網購退換貨，語氣客氣卻冷酷至極。客服冷冰冰地告訴他，願望一旦生效，本質上就是不可逆的宇宙契約，絕對無法更改，也無法取消。貝爾怒吼着說：“這不公平！他只是許願讓他愛他，沒有要他變成一個精神病患。”接着，客服人員說了一句全片最震撼、讓老頭子在戲院裡頭皮發麻的台詞：“先生，你以為愛是一種可以憑空被創造出來的情緒嗎？人類的大腦容量是有限的，你許的願望是讓他愛你勝過一切。為了把對你的愛填到100%，系統必須抹除他所有的自我意志。他的夢想與他原本的人格，是你親手把他的靈魂清空了。”緊接着，電話那頭傳來了一陣淒厲至極、撕心裂肺的女人哭喊與尖叫聲。那聲音聽起來就像是被活活關在一個暗無天日的鐵箱子裡，瘋狂撞擊。客服淡淡地對貝爾說：“聽到了嗎？真正的尼奇並沒有消失，他正被困在潛意識的最深處，看着這一切，承受着靈魂被撕裂的痛苦。就算這是你替他選的，也不代表他的痛苦不是真的。”看到這裡，老頭 Z 整個人從椅子上彈起来，這根本不是浪漫的奇蹟，這是一場合法的靈魂凌遲。很多觀眾剛看完前半段時，可能會同情男主角貝爾，覺得他只是個被超自然力量整慘的可憐普男，出發點只是單純的愛。但老頭 Z 在這邊必須狠狠推翻這個想法。當你靜下心來重新審視這部電影，你會發現導演藏在驚悚外衣下的真正意圖。貝爾真的是受害者嗎？不，貝爾才是全片最自私、最殘忍的加害者。想想看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有多少人打着我這麼愛你，我都是為了你好的旗號，試圖去控制、去改變對方的想法。貝爾不敢承擔被拒絕的風險，不敢付出真心去追求，不敢讓對方看到自己真實而脆弱的一面，而是選擇用一種走捷徑的方式，強行修改另一個人的自由意識。他想要的從來不是互相理解、平等的愛，而是一個絕對順從、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漂亮玩偶。在現代社會裡，很多人對親密關係的想象其實非常畸形。我們習慣了演算法為我們量身打造一切，滑手機時稍微不喜歡就刷掉，點外送時挑3揀4。當我們把這種心態帶進感情裡時，我們開始無法容忍對方的缺點，無法接受對方有自己的社交圈和獨立思想。貝爾就是這種現代病態心理的極端化身。他借由神秘力量實現了一場對他人的精神霸凌。這部片能拿到95%的爛番茄超高分，2位年輕主演的演技功不可沒。飾演尼奇的英德·納瓦雷特表現簡直是驚為天人，他必須在1秒鐘之內從甜蜜動人的女友切換成眼神空洞、嘴角抽搐的提線木偶。特別是在中段一場他幫貝爾做早餐的戲裡，這場戲甚至沒有任何血腥鏡頭，卻讓人看得窒息。尼奇一邊用顫抖的手煎着培根，一邊轉過頭對貝爾微笑着說：“我愛你，我永遠都不會離開你。”但在他那個僵硬完美的笑容背後，他的眼角卻止不住地滑下一行恐懼至極的眼淚，喉嚨裡發出像被掐住一樣的微弱嗚咽，那種肉體被強制操控，靈魂卻在深處無聲呼救的微表情，直接把心理驚悚感拉到了頂點。而飾演貝爾的邁克爾·約翰斯頓也把那種從一開始的暗爽竊喜，中段的恐慌窒息，到最後徹底絕望崩潰的心理層次詮釋得淋漓盡致。你看着他的眼神從一個純情青年逐漸被愧疚與自我厭惡吞噬，你會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自作自受。此外，喜劇資深演員 Andy Richter 在片中飾演的樂器行老板 Carter 也展現了極具張力的綠葉功力。幾場看似日常的巡店與對手戲，用冷面笑匠的節奏精準戳破貝爾的自欺欺人，為整部緊繃沉重的電影增添了荒謬又諷刺的黑色幽默。如果真要挑剔這部片有什麼小缺點，
老頭子也覺得在第3幕轉折的地方，節奏推進的稍微有些急促。某些配角像朋友 Ian 和 Sarah 在發現尼奇不對勁之後，退場的處理方式稍微草率了一點。如果能給他們多一點心理掙扎與報警介入的鋪陳，整部片的人性厚度與現實感會更上一層樓。但瑕不掩瑜，這完全不影響它作為一部頂級心理驚悚片的地位。電影最後的30分鐘，將這場心理折磨推向了不可逆的毀滅深淵。當貝爾在客服電話後終於明白，只要自己還活着一天，真正的尼奇就必須在那座意識地獄裡永無止境的煎熬時，他面臨了人生最殘酷的抉擇。解除詛咒的唯一條件，不是砸爛那個木頭飾品，也不是燒掉包裝盒，而是讓那個被許願的對象，也就是貝爾自己，徹底消失在這個世界上。這就是猴爪預言最無情的諷刺。你用自私換來的願望，最終只能用你自己的性命來買單。在最後那場令人心碎的告別戲裡，貝爾沒有再試圖逃跑，也沒有再打電話向任何人求救。他坐在滿地狼藉的房間裡，窗外下着暴雨。他伸出手抱住了那個依然機械式對着他微笑，但眼底滿是淚水的尼奇。那一刻，貝爾對着尼奇說了一句：“對不起，我以為那是愛，但那其實只是我的自私。”那一瞬間，他終於不再是那個只想要索取廉價愛意的懦弱男孩，而是第一次承擔起了自己犯下罪孽的全部代價。當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尼奇的自由時，這場荒謬的鬧劇才終於畫下了血淋淋的句點。愛你至死不渝撕下了所有以愛為名的浪漫包裝，告訴所有人一個殘酷的真相：強迫來的愛從來就不是救贖，而是最殘忍的謀殺。看完這部片，老頭子也想把這個問題丟給熒幕前的你：如果現實中真有這麼一個遺願流，只要許個願，你暗戀多年的人就會永遠失去自我，發瘋似的愛你一輩子，你真的能抵抗這種誘惑嗎？還是你覺得貝爾最後以死謝罪的選擇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贖罪，只是他承受不住內疚的懦弱逃避？歡迎在底下留言區跟老頭 Z 聊聊你的看法。喜歡今天這期深度的電影解析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影視觀測站見。